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老杨想给大家做一个披萨变馅饼的实验。这个披萨呢，实际上是意大利语披萨的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，它是一种非常有名的意大利食物。披萨本身的字面意思是混合着不同的食材，包括番茄酱及奶酪，烘聚而成的饼，这是它字面的意思。它的发源地呢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，现在在全球呢都非常受欢迎。披萨饼的做法通常是以发酵过的圆面饼，在这个面饼皮上面呢覆盖番茄酱、奶酪及其他配料，然后呢由烤炉烤制而成。我们中式的馅饼呢，实际上是在面饼中加内馅而制成的。各种带馅的火烧和烧饼也可以算作是馅饼。它主要也是用发面，所以说这个和那个做披萨的非常像。它的馅料呢，你可以有肉馅的，或者鸡蛋馅的，蔬菜或者豆沙馅都可以。通常呢是在铁锅或者饼档内捞制而成，你也可以煎制而成，或者呢你可以把这个馅饼呢放在油锅中炸，你甚至还可以把这只馅饼放在蒸笼上来蒸，或者呢把它放在烤炉里来烤。那么最后面这种的方法和披萨呢是非常像的，只不过披萨呢是馅在外边，我们这个馅饼呢是馅在里面。因为这个封城了，所以在家有的是时间。今天呢脑洞大开，老杨想呢用意大利的这种披萨给大家做一个馅饼。第一次尝试，如果成功了，希望你点赞鼓掌；如果失败了，希望你笑一笑。家里冰箱里呢，有这两种披萨，这两种呢不一样大小，不太一样，但是因为做实验呢也无所谓。其实我本来是想用两个这种薄皮的披萨来做，这个是薄皮的，但是这个呢，大家可以看是 deep pen 的，是厚的，所以说应该是不太理想。我呢怎么办？我把这个小的厚的放在上面，把这个薄的呢大的放在下边，这样看能不能两个化冻以后把它粘起来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个披萨呢是直接冰箱里拿出来就开始去烤的。那么我今天呢提前拿出来，叫它放在冰箱里一晚上，明天呢早上来烤，看看能不能成功。请大家给我鼓掌吧。好，这是一个披萨，很好吧？但是就是有点厚了啊。第二个披萨，这个是薄的。我本来希望呢拿两个这样的来做，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是一个饼，但是现在呢没有了，只好一个厚的，一个薄的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我怎么弄呢？我把这个包装打开，反过来给它放在一起，等它化冻以后呢，看这两个能不能粘在一起。如果粘在一起了，明天早上我就可以把它烤成一个披萨，也就是一个馅饼。我想呢，如果化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应该能粘在一起的。那么下一步呢，我把这个塑料布打开。我估计呢，一旦这个披萨化了以后呢，再拿起来就比较难，比较麻烦。我不知道啊，有可能啊。所以说我首先呢，把这个烤架放好，然后呢，再打开，直接放在这个烤架上面，然后把第二个披萨也打开，这样子啊。实际上呢，我自己喜欢呢，要是都是两个薄的，就成功性可能性比较大。但是这个厚的呢，你看它有点向上翘着，所以说我就现在只能指望它
如果完全化冻以后呢，它能够变形，这样呢才能够。看我这两个呢，都有这个 cheese， 也有这种这种香肠，这上还有一些辣椒。如果这两个都化了以后，还有一些番茄酱呢，边上这个红的是番茄酱。所以说如果说看看我能不能成功啊，我先把它放在一起，这样呢放在冰箱里边，也就是4度的时候让它自己化冻。然后一晚上，看看明天早上呢它会不会变形啊。大家可以看啊，这是我把这两个披萨面对面放在这个冰箱里边解冻了1个晚上。为了让这2层披萨呢压得比较好，我用我的这个菜板晚上把它压起来，这早上刚刚拿出来。今天咱看看呢，这个菜板拿掉以后，这个情况是不是很像这个馅饼啊？大家可以看啊。现在呢，我把这个馅饼呢放在烤箱里来烤一下。这个因为我上面这个披萨呢是比较厚的那种，下面的薄的那种。一般来薄的那种呢，你烤完以后是非常脆的，但是厚的这种呢就是比较软的。但也可能这2个结合起来会更有意思啊。但是因为2个披萨放在一起很厚，烙饼的话呢可能就有问题。咱们先今天试试烤一下，回头呢等有时间，等这个封城结束了以后呢，我再买2个薄的放在一起，给大家做一次这个烙的那种，看看怎么样。好嘞，现在马上就把它放在这个烤箱里去。大家看上面的说明呢，是用这种带风扇的这种烤箱，200度，然后呢要烤12到15分钟。这是这个薄的披萨。这个厚的披萨呢，它要求是你用这种带风扇的180度，如果不带风扇呢200度，烤20到24分钟。所以说因为我有厚的有薄的，我可能要烤20到24分钟，用这个长的这种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，我现在把披萨放在这个中层。另外，因为我这个披萨上下都烤，所以说我没有把它放在烤盘里，这时候呢受热相对比较均匀一点。另外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呢设定200度，然后呢这是带风扇的这一档，我们烤20分钟。因为我2个披萨呢厚薄不一样，所以说呢我可能先烤15分钟，打开看一下，防止这种薄披萨烤过了。那么在10几分钟的时候呢，也是一半的时候，用这种平铲呢，要把它铲起来，给它转一转。因为尽管它这个篓子里的应该温度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另外把它压一压，这时候呢，它已经软了，你这样压一压呢，容易把2个呢粘在一起。它里边有 cheese。好了，这样呢再烤10分钟。我现在呢烤了总共20分钟，按那个它那上面说的呢，你可以烤24到25分钟。但是因为我这个2个摞在一起呢，因为透气性相对比单个的时间要长一些，所以说呢，我可以灵活的再多烤几分钟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呢，这个披萨的上面，这个也就是它本身的底呢，是颜色不是太好看。所以说我现在呢，我想呢，把它披萨基本上烤完以后，我再把它放在煎锅里煎一下，就像咱们烙饼一样，这样把上下这2面呢，把它烙的有点焦黄一点，这样看起来就更好。
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